别废话！我要见帝尊！放开我！快点！我是冤枉的！放开我！让我见帝尊！我冤枉！还清县仍在九重天上的眼线、同党皆已捕获，其余逃下天界者，已知会所有凡界地仙。妖族之首余墨与四海龙尊皆已发出通牒，全力追捕，违抗者斩。如今三界遭此大劫，天界仙君死伤过半，多处天宫仙阁惨遭叛逆洗劫，损毁严重。伪帝窜逃，他日定会卷土重来。天界一片混乱消沉，九重天就剩下你一位上神。恳请帝君继任天帝之位，主持大局，拨乱反正，重振士气。帝尊在上，请受老仙一拜。恭请帝尊主持大局，恭请帝尊主持大局。天界百废待兴，我愿代天帝之位，暂管天界事务。等还清落网，告慰亡灵，三界重回安宁之后，我自会离开。吾心意已决，不必再相劝。都起来吧。仙兵总管太幽星君已死，知情者同党，即刻诛杀；不知情者，受9道天雷，贬为凡人。无辜牵连者，若有仙阶，削去重修；若无仙阶，罚半数修为。司母，你是3亿巫族最后的血脉，天行台火刑之后，遂仙灵散仙意，打回鸟身。你被万年的仇恨困得太久了，从此之后，你便做一只快乐自由的飞鸟，将过往都忘了吧。先天帝对你的管束从未有半分松懈，甚至比其他人还更严苛。你明明心爱颜淡，却要被他逼着放弃情爱，放弃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你难道就从来不恨他吗？若是先天帝有你一半的心慈手软，创世之战中，我们3亿巫就不会被天罚灭族，今日的一切便不会发生。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是先天帝。创世之初，恶行遍野，唯有更严酷的天规律法，才能惩恶扬善。先帝尊这么做的目的，是避免更多的纷争和伤亡。先帝尊一生从未因私废公，他的功与过，身后名，还轮不到你来评价。还清心乱，祸至苍生，众英灵捐躯济难，遗哀无穷，山河同悲。今日哀祭，悲痛难陈，只惜仙子受上仙祭礼，赐葬神官陵之中。死者同岛，亲者共齐，此中此城，日月同在，英灵安息，泣血叩首。九岐一族骁勇赤诚，九岐遗骨
迁入龙尊皇陵，恢复宗祠，重撰天史。特此，仙族、水族一同致祭，以安亡魂。久其生死而志不朽，神灭而犹未毁。立白玉英雄冢，刻尽先烈英名，德昭后人，恩泽永长。芷溪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！大典结束后，我看到空中有些没有被接到的散落星辰，便收集了一瓶，偷偷给你带回来了。芷溪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你是我妹妹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我把线全都收集回来了。我的惩罚便是，芷溪跟颜淡，从此以后再无生离，只有死别。姐姐，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。他对我是真心的，不是利用我。断情线，我的寝殿都敢擅闯，这胆子越发大了。思璇、青云、思慕，9重天最为重要的人身边，你都安插了自己的人。天机阁、妙法阁这等机要仙阁，也全权在你掌握之中。论大胆，我可比不过你。来，想必你已猜到了我所谋之事，不怕死吗？一起犯了情戒，何惧之有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便为了你改变这天规，重定6界秩序。既然选择犯错，不如将错犯得大一点。情海滔天，浩浩无涯，
万劫不复，此心不渝。世间经年，唯有你倾心待我。第一次你死，亦因野心无悔。这一次，我后悔了。小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。三界内外，金蝉为尊，铁城金光，五纳万灵，过！总有一天，我会杀光你们所有人。这天界还是我们的。妖中剑沾染了还清的仙气，妙法阁以此做出了锦溪咒。现下九重天，人尽皆知我要重修仙灵。若谁将此消息告诉还清的话，便会引来天罚。当年我看到你翻乌龟的时候，你没用此招对我，也算是宅心仁厚了。这个术法能不能教给我啊？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我没有秘密，我就不能回野兰山逗逗紫菱吗？应还清上钩的饵已经放出，只是不知谁会遭雷劈。无论是谁，希望不要是司母。司母，你被还清相救并非偶然。虽然你失了仙灵，但我稳住了你的灵力。既然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日后你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。待我重夺天地之位，我会为三义屋洗去罪祖之名。你让陆景给司母下咒的时候，多加了一份密音。如果他能够想明白，放下仇恨，便能重获自由。可若是他仍然执迷不悟，帮助还清作恶的话，你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三义屋一族是否灭族，是生是死，皆看你的选择。帝尊，不必再为我耗费仙力了。如今我已不是天帝，你还唤我帝尊吗？您是我跟随的明主，无论何种境遇，您都是我的帝尊。帝尊能成功救出我，
是银元手艺。他们布下一局，我正是那个引您上钩的诱饵。我早就知道了。应渊与我相识万年，必是料定了我会入局。说吧。5日后，应渊将收复3大神器，重修仙灵。他们找不到我，又知道我不可能眼睁睁地让他恢复仙灵，所以用此方法引我出来。此番大战对他们是生机，更是转机。只要我能成功阻止，他和九岐便再不是我的对手。帝尊此行一定千难万险，切莫掉以轻心。好，你安心养伤便好。帝尊，我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好。尽息咒。月瑶仙君说，神器属灵，一旦认主后便很难更改。若是要结阵，使其重新认主，凝聚仙灵，需要以性命为赌。解此阵法，中途仙力会尽散，施法者十分脆弱，一击必死。与神器缔结盟约后，仙灵才能够重塑。现如今，你的修为大损，3神器同时进入体内，恐怕神力会让你难以负荷。所以到时候，我与你一同入阵，帮你分担一半的痛苦和风险。还有我，虽然我的灵力不及你们，可我也不能袖手旁观。在你们结阵的时候，我用汉淡真气稳住你们的气息。不会让还清进你们身，伤你们分毫的。你们2人就不用管了，此乃天界之事，我作为帝尊，我应该自己去解决。行了吧？你别以为大家都叫你帝尊，你就有多么了不起了。别忘了，现如今仙灵可不在你身上，而一眼却在我身上。这时候的我，法力比你强得多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唐周。你下凡历难这一遭，自己经受了多少痛苦，我又救了你多少次，你还记得吧？现如今大难临头了，却不需要我的帮忙了。于墨说的是，在我们面前就别再摆你帝尊的架子了。事关苍生，那我就不拒绝了。于墨，待所有的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再和你比个高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还有我们是行侠仗义、日行一善小分队，谁都不许掉队啊！禀帝尊，天星台传来消息，尽息咒已起，天罚落了。是谁？司慕。现如今，还清已经上了钩，看来我要回到山境，准备起来了。我跟你一起回去。野兰山是我在凡界的家，大战前的几天，我想回去陪陪他们。走吧。
修复仙灵的过程过于危险，稍有差池便会万劫不复。少主，您身怀修罗尊主与染清元尊的双重神力，只要激活此血脉，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除掉还亲，还可以复活枉死的修罗族人。血脉重启，死的就不只是还亲一人。少主，难道您不想复活帝尊了吗？只有放出体内的天地元神，才有一线希望。先帝尊的元神，是为了压制我体内的修罗血脉。我一身仙力，皆为天界教化，哪怕没有修罗血脉，一样可以除掉还亲。此战之后，少主便是三界之尊。少主顾念三界生灵，却为何总是弃修罗全族而不顾？若人人为复活种族，逆天而为，那三界的秩序何在？修罗血脉不可控，若真的复活的话，才会成为真正浩劫。您是从小长在天界，可别忘了，您身上流淌着谁的血？您是我们尊主的儿子，永远是我们修罗族的少主。吾是何人，从不因血脉而定。别再叫吾少主，你是修罗族最后的族人，不要走私募的老路，去八苦池吧。忘记一切，去凡界自在的活着。少主，我此生所求便是效忠尊主，效忠您，别赶我走。你的执念，创世之战时便应该放下。帝尊，让我在最后祝你一次吧，全当是还尊主的往日之意。还亲死后，我立刻入八苦池。罢了，便如此吧。临江，你的尊主曾言，往日皆是不可沉溺，希望你能记住。没想到你我父子终还是相见了。应渊，你所向披靡，为何不立我为父这身血脉，颠覆三界，统领众生，复灭我修罗族？你历百次轮转，醒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，让人野心霸业，万载时光。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领悟吗？你面容似我，心性却还是随了你的母亲。我修罗族自带神力，修为强过他族100倍，却被上天诅咒命短受妖。既然天道不公，那我便杀身自救。只要我们能永恒存活，牺牲些微弱小族，那又何足挂齿呢？一人生便有一人死，循环往复。修罗族本可以绵延不绝，但是因为你的野心，修罗族被6界群起而攻之，全族覆灭。这就是你追求长生的结果。那是因为我生了情。若非想救你母亲，我怎会败？你怎会败？见了还亲所为，见了你所为，见了他人所不为，我才明白，心中正道，可恶不可修。唯有放下生死之念，方可涅槃。神族自诩正道，不过是想让你顺应天命，维持他们的统治。我凭什么天选低他们一等？天道求的本就是众生平等，而你自己只想一人独尊罢了。
母亲与你同归于尽前，说出了我的名字，难道你就没有一丝丝的后悔吗？你不断用偷来的时间和生命去救母亲，是因为你想沉溺于和她的幸福时光。若生命的意义仅仅是长生的话，你为何会一次次的败给母亲？就算你真的拥有了无穷的生命、无极的修为、无上的权力，又能如何？等待你的，不过是一个个在乎你的人替你而去，万念孤寂。原来我也是有父亲的人了。从前，我总觉得自己生而罪孽，直到亲见你和母亲的过往，我才知道，我是因亲而生。这份情胜过了野心和权力，所以我才站在你的面前。母亲以我血脉杀你，但她并非真的恨你。母亲是为了救人而死，我是为了救人而生。是你给了我机会，让我成为终止无休轮回的那个人。放手吧，父亲。有始无终的活着，从不是生命的意义。有期限，有终了，才生眷恋，才生珍惜。儿子，好儿子，种种执念，缘起不分。原来我早就已经长生了。我一直生在我爱的人心中。玄烨，渊儿。
冉青，你真的不恨我吗？我从未恨过你。渊儿，谢谢你。儿子，死别生离，好儿子。有别了，父亲，父亲，我来时，我们来时还是一家人。我儿，后会无期了。就算你战胜了心魔又如何？这身修罗血脉，注定要给三界带来浩劫。应渊，你永远避无可避。